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叙利亚的霍姆斯这个城市啊。这个城市呢，在4年前呢遭遇了轰炸。我相信大家一定看到那个4年前的一张照片啊，就是一个叙利亚的大使坐在窗户前。这块钟表呢是这个城市的标签啊。然后咱们现在要进入到那个里面去看一下，现在这个第3大城市霍姆斯市怎么样了啊？来这个叙利亚一段时间啊，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这个街上一般像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没几个，然后这边街上的这个老头特别多，然后这个街上的这个女的也特别多，女的一般都是逛街出来吃吃喝喝的。你看街上基本上没有那个年轻小伙子，除了儿童。像我这样的20、30岁的这种小伙子，在这个叙利亚街上很少能碰见。这边工作的人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出来为主啊。他这个楼上都被炸过，然后这种商店的话，它还在开着啊。就是你现在就如你看到的一样，1楼是继续营业的，然后2、3楼基本上都被炸了。它这个店比较特殊，我为什么说这个店特殊了？因为兄弟们，我把这个镜头转过来，你看一下啊。再往这个前面进去的话，就惨不忍睹了。这里面就是那个什么修罗战场啊，当时这个地方遭遇了这个饱和的轰炸啊，就你看到前面的这些大楼啊，再往里面走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一块是完整的了，所以我就只能站在这里给大家拍一下。我问一下这个老板啊，他在这里开了多久店了啊？你这家店开了多少年了？大概60到70年的，60、70年了哦。那你就是一直在这里工作是吧？他一直在这里工作。哦哟，那他应该对这前面的这些建筑啊，就是非常的了解，对吧？这个是几年前被炸的。大概10年。10年前，就是10年前，是不是反复都被炸过？就是炸过几次了啊？炸过几次了，跑掉了，他不知道，又回来。那你什么时候回这里来的？大概2016年。2016年回来的啊。哦，在我的身后这个地方呢，就是非常有名的霍姆斯市啊。霍姆斯市在这个整个叙利亚是属于第3大城市啊。经济啊，包括这个文化也是非常的发达，也是一个发展的非常好的一个城市。然后这个城市呢，在这个16年以及这个18年啊，遭遇过局部的或者说全面的一个轰炸啊。其实我想来这里就给大家看一看啊，如果说没有这个战争的话，这个城市现在非常的繁荣啊。就大家看这个广场中间原来那个雕塑啊，它已经炸没了，原来是一个百货大楼啊，现在已经再也不能够使用了。这中间呢，再往前面走的话，曾经呢这个市中心啊。这边是百货城，就是有那个卖水果的，啥都有。Hello，How are you？How are you？How are you？ 这边人对我还挺友好的。其实我特别心痛啊，就是这个城市所有的建筑基本上都被那个机枪扫射过啊，基本上都是那个弹孔啊，直接射穿了，就是那个机枪直接从这个上面射下来啊，包括那边的大楼啊，基本上全部都是弹孔，全部啊。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霍姆斯市的原来的市中心的遗址，就是最繁华的地方。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大楼现在是什么样子啊？被机枪扫射过，对吧？然后又被那个导弹轰炸过。它这个整体的建筑结构在风中是飘摇欲坠的那种感觉吧。今天是2022年的3月10号，我来到了这里啊。2018年的时候，那张照片刷爆了全网，就是在这个地方，对，就是这个城市所有的地方都遭遇了这个机枪的扫射以及这个投弹啊，就是轰炸。那么在2022年的今天呢，我再次来到了这里，已经很少能看到这个人气啊，就是这个生机了。在这边已经你几乎看不到会有很多人住在这里了，一个广场没有任何人，你能想象吗？就是人去楼空的那种感觉。很多村民因为在这个地方发生了太多悲伤或者说惨痛的这个事情或者说故事，他们永远的离开了这里，不会知道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个先会发生啊。就是如果说发生了，那你只能承受，就可能有些家庭就像我之前在阿勒颇一样，对吧？一个老头啊，他儿子去世了，然后他现在要抚养2个孙子加1个孙女啊，像这样的家庭在整个叙利亚太多了，就是你根本无法想象。很多人当时只看到了那张照片，就是叙大使无奈的坐在窗前。就是我现在来到了这个城市，我想给你们看一下，为什么他会无奈的就是坐在那个窗前，为什么那张照片会
刷爆当时的那个社交平台啊。在那张照片背后，霍姆斯是遭到了这样的一个轰炸，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啊，就是我去过伊拉克，去过阿富汗，啊，这2个地方我也去过，但是它都不及这个叙利亚惨啊。在叙利亚这个地方是何种地步呢？就比如说，这地方被炸了之后，再也没有人回来了，就是这个地方没有人住在这里了，就是已经走了，当难民跑了，啊，就是去其他国家了，要么就是去黎巴嫩，或者说去约旦，再也没有回来了。包括这边的医院、学校、工厂，全部遭到了这个精准的打击。在整个广场的这边的气氛十分的压抑啊，就是空气中能够有那种阴森森的那种感觉。来到这个地方，你置身于这个地方，你就能感觉到那种凄惨啊。这里大概当时的轰炸啊，就是大概有5万人啊，就是一夜之间就没了。然后这个是原来霍姆斯市的市中心啊。几乎这种写字楼大楼里面啊，已经没有住任何人了啊，很多人都已经走了，就是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地方了，因为他们无法面对自己的亲戚啊或者朋友啊他们的离开啊。没有人会希望战争的到来啊，就是战争带给普通的平民老百姓只有那个痛苦。今天的这个视频到这里了，我也希望叙利亚以后能够和平。